大家好，我是邱炳。大家看看我身后这是什么？就是又是一个古城墙，古堡形式的。在这个甘肃啊，特别多这个。我是走在国道上面呢，发现这个才过来看一下的。它这个是在甘肃省天竺县大概35公里处。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城墙。这个城墙是我现在看到的古城的城墙最宏伟、最壮观的，比景泰的，还有比那个宽沟村的都大。大家可以看看，它这个地方啊，跟我们景泰跟其他地方看的不一样。它这是一个纯军事的用的，而且它分为内外的，可以看到没有？那个是内的，旁边是外的，就是城垣呢分2部分。等一下我们空中能看到，按照这个来看的话，最起码有几米。这个已经这边你看看，这边已经风化的很多部分，你看这里都有1米多，如果加上前面完整的，估计有好几米呢，可以看看。包括前面那边更凸出来的，可能有4、5米。像这些东西就是长城，明长城，它这个长城是往这里过的。一直从那个景泰的庐阳开始，那个长城到那个嘉峪关那边，这一座古堡古城也是在戈壁滩上面的。我们来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座古城，它这个是叫做松山古城，也叫做牧羊城，距离天竺县城36公里。这个古城也是坐北朝南的，跟我们其他看到的古城不一样，它分为内城跟外城，就是平面呈回字形，基本完整。外城墙是南北长320米，东西350米，墙约高10米，4个角有角墩。这个古城墙一般都是这样的。这一座古城是兴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万历27年，跟那个永泰古城相差不是太久，可能比永泰还早。我们发现没有，明朝很多这种古城古堡都是万历跟嘉靖年间设立的。尽管这个松山城是明朝万历年建的，但松山这个地方自汉朝就有开垦，就我们说的那个有牧场。他以前那个时候汉朝的时候，这里可能会养马，当时汉武帝打匈奴要有马场。这里呢，河西走廊打通了之后，就有是一个马场。这里以前叫做松山古道。大家最近看一部电视就叫《大明风华》，其实在宣德跟朱棣时候，这一块地方啊都是属于明朝的。后面经过了土木堡之变之后，慢慢的这些就又被重新那些我们说的当时鞑靼那些占领了凉州的松山地区。刚才说了万历时期建的，那就证明这个战役后面松山战役是万历时候打的，打败蒙古，重新夺回了这个地区，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兴建了长城，兴建了这个古城墙古堡，之后就修建了长城大概400华里，并且在这个地方屯了重兵，所以说这个古堡古城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堡垒，明朝的时候。但是经过将近400年的时间，它这个古堡大家可以看到，在南边这边基本上已经被损失破坏的比较严重了，城墙已经所剩无几了。主要现在是保存在北边，还有东边跟西边的，南边已经很少了。这个内城相对来说保存的比较完整一点。你看看内城还有个翁城，如果仔细看这个古城墙，大家会不会想着荒漠中孤城无尽的忧思哀伤？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们看这个城墙留下了很多深深的印痕，向人们想诉说着当年兵卒的相思，将士的血泪，刀光剑影的宣泄。我们常说人不寐，将军白发正负泪。看一下这个城墙宏伟吧？这怎么建的？这个土我们以前也说过了，它这些是不长草的，都是经过暴晒暴草的，而且啊，它这个城墙相当之厚啊。但是后面因为听说那个刚才听工作人员说啊，就有一些当地的居民还有来参观的人说，他说这个有一些啊是后面这个城墙慢慢的没人居住的话，很多人把这个土挖下来，所以呢就把那个城墙缩小了一点。大家看到有没有？这个是什么？像一个瞭望台一样的，这个是证明什么？证明这里拍过电视，好像是《射雕英雄传》还是《天龙八部》。它这个城墙啊，残缺的比较厉害，但是我刚才网上看了一下资料，这些古堡啊，就是古堡，这个松山古堡啊，应该说是
相对来说保存比较完整的，在整个甘肃，这个叫松山古城，也叫松山古堡。我们进去看一下。我是比较喜欢看这些东西，我比较喜欢看历史，喜欢看古迹，所以最近在河西走廊肯定是多看一些这些。这个就是内城垣哈，分为内外的，它是纯军事作用的。这个也就是瞭望台一样的，就是拍电影用的。这里面呢，现在基本上跟那个什么永泰古城其他的没有居民的，可能有一些养殖场吧。刚刚听来的人说，大家看看这个城墙高不高？最起码有6、7米。这个地方也差不多400年的历史，都是那个明朝万历年间修建的。刚才说了，就跟永泰古城修建的时间差不多，隔得不太远，隔了10多年吧。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就能看到它那个墙基到底有多大。大家看到没有？这上面的已经比较宽了，它下面还有一层，所以说它这个是已经那个风化了嘛。这等于是大概有墙基的话有好几米，你看看，这下面都是凸出来的，只是上面的土已经没有了。古代的工匠，古代老百姓的智慧确实厉害啊！保存最完整的就是这一块，过去这个内城啊，就保存那一块，这个地方啊，像内城的瓮城一样的，这个地方超级巨大呀，就等于是一个烽火台一样的，哇，了不起！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墙有多厚。单这里看呢，最起码有4到5米宽度，你看看，这属于一个内城一样的，内城的门，太壮观了。这个墙我算一下这个墙最起码5米高，这里，而且它那个我看那个距离啊，刚才说了，也大概是4、5米。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属于内城的城墙啊，就是我说内城垣。它这个地方呢，在明朝，作用比较大，但是到清朝就慢慢的荒废起来。为什么这样讲哈？因为清朝它是我们说的嘛，它蒙古已经没有威胁了，因为蒙古的话跟清朝等于是已经纳入完整的版图了，所以说蒙古是不会进来的。所以说整个清朝它这边都是它的统治区域，所以说这个墙对于军事防御作用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作用。为什么？它这个地方已经变成内陆了，在明朝的时候这个可能是前线。哇，这里还有很多鸽子，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吧？这一块啊，为什么我们会单独说一下这个地方？因为城墙你看看你要怎么上去，那有路的，就是这个地方，在城门口这个地方一般叫马道。为什么叫马道呢？在明朝有一个这样的，将军是可以骑马上去的，就巡查嘛，将军有身份骑马上去的。还有平时呢，上面守卫，你看我们说兵器各方面的，假如说还有炮台的话，要运送物资上去，所以呢，他就这里啊有一条路，在城门有一条路上去。这个在哪里？很明显的看到，在嘉峪关可以看到。可以这样说，这个就是在大漠之中存在的一座古城。大漠荒凉，大漠狼烟，戈壁滩，祁连山，是不是？祁连山是贯穿整个基本上河西走廊，大漠的。你想想，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经济独立一样的。